嗨，你们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呢是一个和 Shopbop 的合作视频，也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些额度，可以在他们的官网上去挑选一些单品。那么在今天的这支视频里是想和大家分享10件单品，那么有5件是我用他们给我的额度买的，另外5件呢是我自己本身就拥有的，然后我非常非常推荐，同时也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卖，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折扣的期间去购买。那么最开始呢是想和大家分享3双靴子，其实我就是想的是，我很早之前就非常想做那种中筒靴的一个穿搭的视频吧，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要攒这种靴子嘛，因为想要每一种类型的靴子看看都能不能够买回来，然后趁着这次的机会，我就在 Shopbop 上面选了3双靴子，也可以顺便的和大家大概的分享一下像这种中筒的靴子如何去选择，或者说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靴筒的高度。第一双靴子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双，你不要看它现在是真的非常的普通，因为它就是一个感觉还挺老气的一个版型的靴子了，但它上脚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它可以把这个靴筒你穿上之后能把它弄得像这样皱皱的。其实这种类型的靴筒我是种草了非常非常久了，但是因为我种草的品牌很贵嘛，就是我当时喜欢的是 Eero 和 Isabel Marant， 就有点太贵了，就大概是要快$1000一双。那么像这种类型的靴子，我觉得它偏向于就比较有风格感，那么我就不确定它是属于说我会好几年长期都非常喜欢的，还是就今年喜欢，所以我就觉得$1000是我觉得不太值得的一个价位。那么我在 Shopbop 上发现的这一个品牌，我就觉得它是真的非常的划得来。然后这双靴子呢是$100多的一个价位，整体的皮质也很好，而且也完全满足我想要达到的那种堆堆靴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像这双靴子，我穿上之后呢，还是会把我最瘦的一个地方给挡住，但好就是好在它的这个靴筒是松松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它其实离我的整个腿是有一定的那种宽松的缝隙的，对比那种比较紧的靴筒会显得你的腿更细。但是像这种类型的靴子，其实我是觉得我偏向于比较喜欢在冬天穿，所以我是不会露腿的。那么我搭配的话呢，我就是希望是搭配一个比较宽松的，然后材质比较软的裤子，比如说今年很流行的那种萝卜裤啊，然后军装裤的那种宽宽松松的裤子都是 OK 的，然后把裤腿塞在里面，所以你整个人穿上那双靴子的时候，整个人的形成的一个曲线都是比较松松垮垮的。但这个部分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半身已经完全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在上半身的搭配，我都是不建议大家去搭配像更加的厚实或者那种胖胖的衣服或者大衣的。那么接下来的第2双靴子也是来自 Vela Rouge 的，然后这个牌子是我自己这一次在选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我觉得算是 Shopbop 里面有点小小宝藏的一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鞋子价位都不是非常的高，然后整体的设计也是偏比较经典然后保守一点的。然后这双靴子呢就是属于那种稍微偏高筒一点的靴子了，它其实穿在我的腿上呢就是刚刚好把我的小腿整个遮住，但是露出我膝盖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关于靴筒的高度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和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判断一双靴子的靴筒的高度是最适合你腿型的呢？面对镜子，然后脱掉裤子，一个光腿的样子站在你的镜子面前，然后你去看你的腿最细的部分在哪里。比如说我的腿呢，然后最瘦的地方呢肯定就是脚踝，所以我比较喜欢穿踝靴。另外一个瘦的地方就是我的膝盖，特别是在我膝盖下面的那一块的地方。所以对于我的腿型来说，我最适合的靴筒的高度呢就是踝靴，能够把我的脚踝的地方显瘦的那种高度的靴子。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种类型的高度的一个靴子，因为它刚刚好停留在我的膝盖下半部分最细的那个地方，所以它可以把我最细的那个地方露出来，其实就是一个扬长避短的一个部分。反正大家就是一定要先认清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和自己满意的地方，然后突出满意的地方，遮掉不满意的地方，就可以达到说我们穿搭方面的一个扬长避短的一个效果。然后第3双靴子呢也是一双黑色的靴子，但是它的靴筒就是介于刚刚的那2双之间。其实像西部牛仔靴的话，它传统的一个高度就是这个高度，那么像这种高度的靴子，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我要光腿穿的话，不是特别的友好。如果说腿型不是特别的完美，或者不是特别的瘦的话，它其实都是会穿出一个农民伯伯插秧感觉。那么这双靴子呢，我想要搭配的其实也是那种比较宽松一点的裤子来进行一个搭配，模糊掉我小腿肚子会露出来的一个部分。其实每一种靴筒的高度，它并没有说是会去适合你某一个人的腿型啊，
啊或者怎么样的，而是我觉得说每一种不同的靴筒的高度，它可能不适合你去光腿穿，但是你可能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个搭配方式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单品的风格的话，你其实也是可以入手的，然后再用自己的一些小想法，然后模糊掉它会暴露掉你的那些缺点。因为我这一次是想要分类来和大家讲，所以我就先把这双靴子拿出来跟大家讲了。因为这双靴子也是在 Shopbop 有卖的，是我推荐了非常非常多次的 Ganni。 但是这双靴子其实在我推荐过那么久了，就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也有收到有些朋友买了的反馈，有一些朋友是跟我说他是买回来之后觉得这个靴筒的地方会有一点磨他的腿的这个位置，但是因为我是穿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感受吧。可能有一些朋友穿着会有磨脚的问题，如果说你在刚刚买到这双靴子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先穿那种比较高一点的袜子，然后慢慢的去尝试看看你们能不能光腿穿。然后接下来是我除了这一次选的那3双靴子，另外我还选了2件衣服。然后第一件衣服呢就是这一件，它是一个这种毛衣的上衣，是来自一个叫525 America 的一个品牌。其实像这种拉链的毛衣我今年也就入手了，好像还挺多件的吧，但是我就是一直都是在那种快时尚品牌买嘛，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毛衣的版型不是特别的硬挺，特别是像这个翻领，我是希望它的这个翻领是有一定厚度的。当时我看到这件毛衣的时候就立马选了，穿上的上身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像这种毛衣我觉得它非常显质感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整个毛衣的版型一定要硬，然后在这种地方它也一定要厚实才可以。而且像它这件衣服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其实也有做一些更多的设计。其实像这种拉链的毛衣我最早是非常想买那个 Acne Studios 的，还有 Isabel Marant 跟 Eero 他们家都有在出这种，但是真的太贵了，我记得好像要$500多一件吧，但是我也不确定我究竟是不是会永久的那么喜欢这种拉链的毛衣，所以我就觉得那种非常贵的我还暂时没有办法下得去手。但是这一件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值价，就对比它的价位来说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值价的一个毛衣，而且它整体的版型穿上其实不会比那种500多的差得非常的远。然后另一个服饰的单品呢，其实我就是选择了这条牛仔裤。其实这条牛仔裤是我之前在我的那个牛仔裤的心愿清单，就是我在公众号发那个牛仔裤的心愿清单里面写过的一条，就是来自这一条 Kate。 然后我就看到了他们 Shopbop 有卖嘛，就想说那趁着这次机会就入手吧，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贵，是一条$420的牛仔裤，算是我目前拥有的牛仔裤里面最贵的一条。它的扣子是属于那种黑色的，然后边边有一个金边的这种，完全就和我之前买过的牛仔裤的这个扣子完全不一样。它在里面的设计，其实这个就是只有你自己穿着的人可以感受到的了。它在这里面也有它自己的这种一些品牌的介绍呀，然后有它的这种水洗标，它就直接印在这上面了。还有在这个部位也有一个他们的一个 logo， 其实这些部分是我比较喜欢去看的部分吧。我就是经常收到一个新的单品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立马拆开，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看，它里面说不定会有一些设计师或者品牌留给你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就在心目中会对这个品牌有更多的一丝的喜欢，因为就像是我和它的一点点小秘密一样，就是专属于买的人和卖的人之间的一个小秘密。那么这条牛仔裤它整体的版型其实是一条那种有一点点偏靴型牛仔裤的一个版型，而且是一个超长的靴型牛仔裤。因为像我1.72米的话，算是亚洲女生里面比较高的一个身高，但是我穿这条牛仔裤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好就是好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穿那种比较高的靴子呀，然后直接垫起来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包包，这个包包也是在 Shopbop 上有卖的，但是我在1个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收到了的，我已经搭了它非常非常多次，非常百搭，而且我很喜欢的包，所以就把它拿到这个视频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个包包它是来自 Ellen 嘛 ，Ellen 的包我其实已经拥有了很多个了，因为和他们合作了还其实挺多年的，大概有2-3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像这一个版型，就是他们的这个设计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一款是他们今年新出的一个材质，就是这种羽绒服的一个材质。其实像今年的这种羽绒服元素的单品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是最先从 Miss Margiela 他们家有出那个羽
绒包包嘛，但是那个包包的话呢，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太有设计感，就偏向于比较有艺术性，就缺少了一点点那种比较日常的感觉。但是这款包因为它上面就是一个这种羽绒的一个元素，然后配合他们的这个非常简约的这个设计嘛，所以这款包它其实是非常简约耐看的，而且它上面有这种尼龙，就是那种羽绒服最外壳的那种尼龙材质本身的那种哑光的一个磨砂质地，所以当你在冬天来背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秋冬天，因为本身就还挺压抑的，所以说我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都非常喜欢去尝试这种稍微有一点点亮度的材质或者说皮质，就能够把冬天拖出来一点点，就是让整个人看上去更加清爽一点。所以从这种包包或者鞋子上面入手的话就会更好，因为它的灵活性也会更高。然后接下来是想和大家分享2根皮带，也是我发现在 Shopbop 上有卖的，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皮带。其实之前有朋友跟我留言，就希望我分享我的皮带的合集嘛，我也有这个计划，但是我就想说，今天既然他们有卖，那么我就先拿出他们现在有卖，然后可以大家打折买到的2根来和大家分享。然后这一根呢，也是我买了可能有半年多的，来自 Isabel Marant 的这一根皮带。其实它的整个颜色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偏那种浆状的一个棕色，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偏百搭的一个颜色了，因为像颜色的百搭性，首先肯定是黑白色，然后其次呢就是属于说是像棕色、灰色这类的中性色。然后这根皮带它整体的设计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简单一点的设计，所以它在搭配的时候限制也比较低，然后整体的风格感也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你穿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它不会作为说是一个你整身的亮点，但它会成为你整身里面一个层次感的体现。而且 Isabel Marant 这根皮带我记了那么久，我也是觉得它的整体的质量也是很好的，用的皮也很好，这也是我想大家分享的一点吧。就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买的皮带价位还算是都是有品牌的，然后价位都比较高的，因为我觉得像皮带这类的单品，它是属于利用率非常高的，然后它的一个搭配的范围也很广，就你10套的穿搭里面，你可能有8套都会用到同一根皮带。然后另外一根皮带，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根是来自 Friend， 然后这根皮带我其实当时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目前缺少一根很宽很宽的皮带，那么宽皮带它的整体的作用对比这种细皮带来说的话呢，它整个就会在你腰间有很大的一个分量感，就是你系在腰上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很显眼的。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如果说你的衣服和你的裤子连接的地方没有那么好看，只要系上一根皮带，它一下子就可以把那个地方挡住，而且还能在你的腰间的部分引起一个亮点，就能够把你的腰线也可以同时的提高，并且点出重点，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个金扣的设计，而且它同时有2个系法，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系的时候，它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设计嘛。还有一个系法就是你直接绕过它，它就是一个这样半圆的一个设计，整体就会比较酷一点，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系这一根皮带。然后最后一件单品呢，也是我拥有了4年的一件单品，我是真的非常想要推荐的给大家，趁着这次机会大家也可以在 Shopbop 上面入手嘛，就是这一条 Acne Studios 的围巾，然后是这种灰色的颜色。那么这个围巾它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宽，然后很长，比如说我现在围在我的脖子上的话，它就是真的非常的有那种厚实的感觉。那么我为什么最推荐灰色呢？其实我自己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嘛，就比如说我们在搭配衣服的时候，如何去选择说你搭配颜色，因为其实在颜色搭配上面，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想要轻松一点的话，大部分都是顺色，就比如说是同类型颜色，像所有的单品都是同类型，可能稍微颜色那个深度浅度不太一样的话，你整身可能会有那种大气的感觉。但是像这种搭配的方式，它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衣橱。那么我推荐灰色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流行的颜色都是带有灰度的，比如说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毛衣，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偏向于雾霾蓝的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雾霾蓝对比普通的蓝色的区别，就是雾霾蓝里面加入了一丢丢的灰色，所以像这种带有灰调的衣服，当你在搭配这种灰色的单品的时候，它是能够自成一体的，并不会显得突兀。灰色的围巾的话呢，它其实就相对而言要比其他的颜色百搭很多。然后好了，这就是我这一次在 Shopbop 里面选的5件单品和我自己非常推荐的另外的5件单品，也同时在他们官网上有卖的。然后我会把这一次的折扣信息都放在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里面，也会把这10件单品的链接和其他的一些信息都放在下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 Instagram。那就大概这个样子吧，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